毛真心今天的很不像毛真心。对对，好 OK 哦。把你的后脑趴平。我第一次看到旗袍的演出，中国风的舞蹈是这样的，我的脑子里是，然后这次又新的风格的中国的舞蹈，真的哇很厉害。他们的表演是一个 stop， 然后一个简单的东西是最难的，我觉得 Oh my God。谢谢王菲菲主理人和旗袍组的表演。根据之前的选择，旗袍组有30秒的拉票时间。来，谢谢大家给我们尖叫。首先论复古，我们是专业的，港姐。我哋就係要美死你。哇！当然，其实也有你们看不到的一面。开门，放 Barbie。3、2、1 ，Go！ 棒，大字棒，大字棒，大字。好，我们这群美女如花似玉，非常美丽。如果走到你的心里，请把毛巾放在我们手里。OK， 谢谢现场的50位大众评审。如果你喜欢台上这支作品，请在我倒计时之后扔出你们手中的蓝色毛巾。3、2、1，请投票。多吗？好像我们的团。请工作人员上台计票。非常精彩的表演。我觉得穿了旗袍之后，大家其实要发挥的其实就是这个曲线呐、靠身体的柔软度和控制度，要把你的那个动作做到极限，你才能够把这个旗袍的优势给发挥出来。这边我觉得做的最好的，当然除了菲菲姐就不用说了哈，这个架势在中间这个架势之外，刘娇妮让我印象深刻。她的每一个都做到非常极致的那个角度，把这个曲线拉得非常的开，把这个曲线拉得。哇，苏导不错呀。这是对的吧？你很厉害、啊。对，我觉得这是穿着旗袍要做的事情。社长做得好，妖娆。然后第二个就是这个表演是大家是带有戏剧感的，这个娇妮同时跟之前的表演一样干脆利落。戏也有，然后这个各种身形都拉到极致，让我印象深刻。刘娇妮。是的，我也今天很期待看你们的这个舞台，因为特别不一样的风格，然后没有习惯的动作也很多，但是你们的表演特别好，就是对于舞者说也，有很多的可能性，自己的想讲的风格也可以，不想讲的风格也那么 OK， 是特别好的点。哦，我可以对 Barbie 和毛剑心想说吗？因为本来我看到他们都是很酷的 ，Barbie 是 popping， 然后毛线可以跳 hip hop house， 但是今天看他这样跳舞的时候，我怎么很努力这个要了解这种舞，然后要适应好这个舞蹈嘛，所以我觉得今天你们两个真的很帅、很辛苦、很厉害的。对。因为我也是想说，毛毛呀，还有芭比呀，还有赵淑然，他们原来真的都是有点 man 啊，然后非常 power 的那种类型的。毛毛前几天还在 battle 啊，我要赢，我要power， 对，然后对，像那天老师们来的时候，毛毛和他还在那里这样子，然后今天就在那里，是吧？毛正熙、芭比怎么突破这个障碍？怎么做到的？最后就没办法，我真的这辈子不敢再穿旗袍了。但是今天这是一个非常难忘的一个经历了，这辈子都忘不了。对，我想说，因为一开始我一进来的时候，这个风格确实是跟我原来的风格相差了10万8千里。大家都开发了内心最女人的那个部分。我有最后的一个，
哦，我知道我们是要 battle 嘛，但是菲姐今天哇，你真的很高级的感觉呢。真的很漂亮，在中间出来的时候，但是这个是会说话 OK 还可以，但是哇，哇哦好，OK，好，我收下。那对，刚刚天哥说的是很对，菲菲姐很漂亮，今天也很漂亮，但是呢，我们的团也很酷的，期待一下。哦，还不忘给自己的团拉一下票，不允许这种事情发生。但是你们不觉得他们给你们很大的惊喜吗？有。是吧？就是这个就是你们非常棒，真的。菲菲老师除了刚刚2位之外，还有谁让你特别印象深刻的？我觉得赵舒然吧。哦，赵姐，她超酷的，我跟你说，她进来的第一句话就跟我讲，我真的很不喜欢这个旗袍，勒得我一点都不能呼吸，我不自如。哇，好酷！我说没事，然后她说我不喜欢，我说哦好的，退下。哇！我觉得我下辈子还是当个男的吧，做女的太难了，真的。就是这个跟鞋我第一次穿，然后刚开始穿就这样，就真的挺难受的。而且这个旗袍我平常穿的都是XL的衣服，就是现在就是它就在这儿。身材多好呀！但你身材好，他瞪我。是好，不需要是吗？是好，就是没啥用，主要是。好是好，但我不需要。OK。好是好。凡尔赛，姐靠实力哦。你们对菲菲老师呢，有没有什么话要跟她说？觉得她教的怎么样呢？好，丽佳，你有什么想说？虽然你说一下要不要？就一个好字，没有其他的，是吧？赵舒然。虽然你说一下要不要？你想说一下？我不想说。赵舒然说。你说。怎么了？不愿意说吗？没有。赤裸裸的威胁，莫名的有点甜，不知道为什么。还有没有其他人？我想对菲菲姐说，就是一开始的时候见到菲菲姐第一眼就是那种气质高冷美女，就是我就会有一点点害怕。然后就经过这一次跟菲菲姐排练，我记得上一次菲菲姐专门来我们后台给我们就是每个人送一份礼物，然后都是自己手写的小卡片，然后还有一些礼物，我就觉得哇，就是我突然就是没有想到，就哇好暖心，就是感觉被爱包围了。然后新手杯的时候，菲菲姐我有听到她说下去要多吃点东西，然后换好衣服再来。就是有时候就是一句很细心的话，就是我会一直记得，我就觉得就是很感谢。妈呀，你要流泪了，就是很感动，就觉得就是被爱的感觉。宝贝，没有啦，就是其实我跟他们排练的时间并不是特别多，有一些其他的自己的原因，所以其实这是我对他们特别抱歉的地方，所以尽可能在我每次见到他们的时候都跟他们有一些嘱咐，因为我也相信他们一定会能够做得非常非常好的，然后果然没有让我失望，大家都很棒。耶！也挺感谢就是几位那个。舒逸啊，然后王君馨啊，然后他们几个都跳得挺好的，然后包括帮了其他队员很大的忙，然后包括今天就跟君馨有讲说你要安排一下，就是这支舞蹈的故事的走向啊，给大家说一下这个舞蹈的走向。就是这一次的故事，就我们是一班就是一起跳舞好久的女团这样的一个故事，然后菲菲姐就可能是我们以前的一个队员，她回来了。然后我们一起跳，可能几年前我们一起跳过的一支舞，就是在享受。我就觉得这里，其实每个姑娘都这几个月真的非常的不容易。我也是有一点就是焦虑，是因为我今年刚刚就是36岁了。这里全部的妹妹们，还有就是加我们的主理人，都是比我年纪小的。舒市长还好有你在，舒市长还好有你在。有你真好，
这是一种躺枪的感觉吗？你不用拉我，没关系。就是爱你，就是爱你。 5Q。然后我想说，好像我们的组里的婷婷，今年18岁，你过来一下，宝贝。妹妹。就是有时候，你没有会想的，但是我就觉得我们今天可以在这个台上跳这个《我和春天有个约会》。我希望我们以后就是可能下一年的春天，或者很多年之后的春天，我们还会可以想到今天的这个舞蹈。广东话就有一句话，就是同甘共苦，同甘共苦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我们过得很苦的时候，如果撑得过去，我们就可以更懂得珍惜我们之后以后的。就是可以在一起的机会，所以我觉得我们大家非常的了不起，我好爱你们。好棒，好棒。然后为什么选这首歌？我觉得我其实不是讲我和春天有个约会，我想说的是我和青春有个约会。我们都有自己的青春，所以我相信在场的所有的姑娘们参加舞社的这3个月，一定是她们非常非常宝贵的青春。所以我想说，当她们某一天在回忆起这段日子的时候，不管它是美好的，它是痛苦的，它是煎熬的，或者是甜蜜的，它都是你一段非常重要的回忆。就像 Miss A， 我参加了 Miss A， 对吧？我觉得这是可能是我人生高光的时刻。它是我遇到了我的队友，我在国外打拼，然后我们发了歌，我当了歌手。我觉得不管怎么样是美好的，它是我特别特别重要的，所以我相信这段回忆一定是你们非常重要，因为你们在这里面认识了彼此，你们挑战了自己的不可能，所以你们就是最棒的。真的很不容易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OK， 旗袍组的最终成绩已经到我手中了。50位大众评审中，你们获得了。我们这支舞，我并没有很大的信心，因为它没有很炸的部分，都是比较柔美、比较有故事情节的。所以其实无论在哪一个舞蹈的后面，其实我们都是挺吃亏的，确实有一点担心。百乐门的跳舞的方式是很开心的一个跳舞方式，他们每个人都做到。你可以去看他们的表情各方面的，还有他们的踢腿啊，用脚尖踢腿啊，还有他们的 twist 这些动作啊，都特别特别的到位。后面那一段舞蹈给我的感觉，前面有点推得有点高，然后后面的话是瞬间冷却下来。这个落差有点大，我觉得如果衔接的话，稍微再换一下可能会更好一点。首先，他们整齐度非常的好，除了主理人王菲菲老师之外，几个出来跳 C 位的女孩子也非常有表现力、感染力。菲菲也没有盖掉其他选手的，这组的话就相对比较平均。遗憾的是，对于他们的那个层次的表现，可能相对比较简单，基本上就是摆好队形去做一个动作，所以我觉得说有点可惜。你们获得了31条毛巾，谢谢。上一个是什么？那么5位专业技术评审，断裂第1名。那么5位专业技术评审的分数暂时封存，等待最后一刻一起分享。好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谢谢，辛苦了，姑娘们，辛苦啦，菲菲姐。我们在上场的时候，他们也是各种的欢呼，哇！我心里就觉得说，今天肯定会比我自己原本预想的要好。我没有想到毛巾的那个数量，我就觉得叫大事不妙。我是没有关系，可是我的队员们是关乎到他们的这个命运的走向，所以有很大压力的，